大年30这天，仇家绑架了我的老婆跟女儿，绑匪将2枚定时炸弹分别绑在他们身上，气焰嚣张地开启了全网直播。外界都传庄先生是国内最顶尖的谈判专家，有着一张3寸不烂之舌。那我今天倒要看看，面对自己的老婆孩子，庄大专家会选择保大还是保小？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一道送命题，无论最终选谁，我都将背负杀人犯的罪名。在数百万网友的见证下，我漫不经心地在直播间打出一行字：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2个都不要。直播画面里，明显能看到我老婆以及女儿身上都被绑上了 TNT 炸药，绑匪手里还拿着一个能随时引爆的按钮。弹幕飞快地刷屏：我的天哪，你确定这不是哪个剧组在拍戏吗？看上去好逼真啊！你们注意到2个人质身上都装有定时器吗？距离炸弹爆炸只剩不到半个小时。这年头居然还有人敢直播绑架，应该不只是图钱那么简单吧？细心的网友都能看出其中隐藏的猫腻。这起绑架案很明显，对方是冲我来的。庄必凡，你不是谈判专家吗？赶紧想想办法！老丈人在一旁急得直跺脚，我不紧不慢地开口：杨叔叔，你也看到了，这次的绑匪跟以往那些都不一样，对方压根不图钱，只想逼我做选择，这不很明显在给我挖坑吗？要是稍有不慎，我的下半辈子可就毁了。老丈人听完我的话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姓庄的，我当初真是看错你了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竟然还想着如何保住自己的名声？难道我女儿的命还没有你的名声重要吗？老丈人眼里满是失望，可我压根不在乎。对方之所以开直播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我身败名裂。无论我选择保大还是保小，另一个都会死，这就相当于我亲手杀害了一条鲜活的生命。杨叔叔，你也知道我身为谈判专家，很多时候都身不由己，希望您能体谅一下。至于我老婆女儿，无论是谁最后被炸死，我都会为她举办一场豪华的葬礼。话音刚落，丈母娘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指着我鼻子大骂：姓庄的，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啊？我女儿18岁就跟了你，到今年28岁，整整10年时间，你难道对她就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我若无其事地盯着直播画面，时不时还点了几个赞。那要按你们二老的意思，是要我选大人喽？我突如其来的这句话让现场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，2位老人面面相觑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直播画面里，绑匪对着屏幕大喊我的名字：庄必凡，你不是巡捕队的谈判专家吗？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出来啊？随着绑匪这一声怒吼，直播间弹幕又刷了起来。什么？这劫匪竟然敢绑架庄专家的家人，胆子也太大了吧？是啊，我可听说但凡是庄专家负责的案件，人质全都被成功解救了。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有庄专家出马，这次绑架案肯定有惊无险。绑匪看到直播间竟然还有我的粉丝，气得哇哇直叫。他一只手举着手机，另一只手扯住我老婆的头发，将其拽到屏幕面前。视频那头立马传出撕心裂肺的求救声。下一秒，老婆苍白的面容出现在直播画面。老公，你听得到吗？不用管我，救我们的孩子。他声音沙哑，眼眶里还残留着泪花。直播间的观众都被眼前这一幕感动坏了，甚至还有人自发的报了警。老丈人看到画面中女儿凄惨的模样，一个踉跄差点晕倒过去。姓庄的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跟对方谈判啊！谈判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吧？王叔叔，你刚才也听到了，你女儿说她愿意为了我们的孩子去死，要不我们干脆成全她吧？又听见几声惨叫过后，绑匪将镜头对准人质身上的定时器。庄专家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要是在倒计时结束之前你还没做出选择，你老婆女儿身上的定时炸弹就会同时引爆。话说到一半，他突然咧开嘴笑了起来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引爆炸弹的遥控器我已经事先找人送到你家里了，你今天必须当着数百万网友的面亲手按下引爆键。我对着手机屏幕轻轻叹了口气，随后把目光投向身后的老丈人。杨叔叔，你应该也都听到了吧？不是我不想救你女儿，实在是绑匪的要求太过分了。一边是我同床共枕10年的结发妻子，一边是我亲生女儿，你要让我怎么选？虽然直播画面里定时器还在倒数，但也有1/1000的概率炸弹不会引爆，至少现在我心里是这么想的。庄必凡，亏你还号称是谈判专家，竟然眼睁睁看着自己老婆女儿被炸弹给炸死，你简直太让我失望了。老丈人一张脸涨得通红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我正准备开口安慰，一大批巡捕房的同事突然闯了进来。这次带队的是我的老搭档王队长，他从进门到现在一直眉头紧锁。庄专家，非常抱歉，我们目前还无法锁定绑匪的位置。由于这起绑架案在全网直播，上头不希望引起民众恐慌，所以……还没对方把话说完，老丈人又忍不住站了出来。听到没？就连你同事都催你赶紧做选择，你怎么还在耽误时间？我清了清嗓子，缓缓抬起头。实在不好意思，诸位，这次我恐怕要让大家失望了，我不会做出任何选择。至于人质的死活，就交给绑匪来决定吧。此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瞪大了双眼，纷纷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。丈母娘更是气得姓庄的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绝情？被绑架的可是你老婆还有女儿啊！你竟然忍心亲眼看着他们被炸弹炸死，你说你还是人吗？老丈人的语气悲愤交加，言语字字诛心，一旁的巡捕都忍不住落了泪。庄专家，虽然我们都知道这很难选，但目前最坏的结果，起码还有一个人能活下来。是啊，庄专家，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，我相信直播间的网友们都不会怪你。面对同事们的劝说，我当场冷笑出声。好家伙，你们一个个都站着说话，不嫌腰疼是吧？我倒想问问，今天这件事要换成在场的诸位，你们会怎么选？说罢，我噌的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眼神格外坚定。我庄必凡当谈判专家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向罪犯低过一次头，今天自然也不例外。听完我这番话，老丈人再也按捺不住，抡起胳膊就朝我冲了过来。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门铃突然响了。你好，顺丰快递。快递员端进来一个纸箱子，里面放着的正是绑匪口中引爆炸弹的遥控器。我正要弯腰检查，直播间突然传来一声凄惨的尖叫声。画面中，绑匪手里高举着一把斧头，上面还带着新鲜的血液。老婆背对着屏幕，身体蜷缩成一坨。直播间细心的网友很快就发现了角落里被砍断的手指。绑匪戴着面具，用经过特殊处理的声音在直播间叫嚣：庄专家，遥控器你应该收到了吧？距离炸弹引爆还剩最后20分钟，往后每隔3分钟我就会砍掉你老
老婆一根手指头，直到你引爆炸弹为止。看到眼前血腥的一幕，带队的王队长焦急地望着我。庄专家，看来你真的做出选择了。王队长，你与其在这劝我，还不如赶紧锁定绑匪的位置。说着，我缓缓伸出双手端详了一会儿，砍了1根，还剩9根，你们警方得抓紧时间啊！见炸弹迟迟没有引爆，绑匪态度明显有些不耐烦了。庄专家，我的耐心也有限，若你还不做决定，那下次可就不是手指。我忍不住在心里暗骂，这绑匪不是明显耍赖吗？明明说好的3分钟才砍1根，这才多久竟然又反悔了？姓庄的，你耳聋也就算了，难道眼睛也瞎了吗？我女儿马上就要死了，你倒是赶紧选啊！老丈人一把揪住我的衣领，急得面红耳赤。杨叔叔，您先把手松开。说着，我反手将劫匪送来的引爆器递了出去。既然您这么着急，那干脆你来做这个选好了，红色代表你女儿活，蓝色代表你孙女活，手千万别抖。我这一举动，包括王队长在内的所有人都惊呆了，任谁都没想到，我身为国内最顶尖的谈判专家，会把生死攸关的选择权交给一位年近60岁的老头。一些年轻的巡捕额头上已经开始冒起冷汗，老丈人更是迟迟地站在原地，一动也不敢动。见此情形，王队长一把夺回遥控器，怒气冲冲地盯着我。庄专家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你怎么能如此儿戏？我看着直播画面中躺在地上不停哀嚎的老婆，嘴角不自觉微微上扬。儿戏，反正横竖都只能活一个，谁选结果不都一样吗？庄专家，那可是你的家人啊，难道你就一点也不担心？我咧开嘴，朝他微微一笑。王队长真是会说笑，我为什么要担心？我没了还能再娶，孩子没了还能再生。可要是我真按下这引爆按钮，那我不就坐实了这杀人犯的罪名了吗？检测的仪器上指示灯不停闪动，但依旧没办法定位绑匪所在的位置。众人急得直跺脚。直播间的绑匪见炸弹迟迟没有引爆，对着角落里的女人又是一顿拳打脚踢。直播间的人数在这一刻也达到了顶峰，满屏的弹幕看都看不过来。庄大专家呢？他怎么还不行动？该不会真如他之前所说，2个都不救吧？要我说，还真有可能。救人的同时，也相当于在变相的杀人。无论怎么选，他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。房肥肥也对着屏幕开始疯狂咆哮。姓庄的，我数3个数，你要是再不做决定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他们？我深深叹了口气，当着众人的面拿起了手机，电话被秒接起来，我的声音通过直播画面全网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庄专家，请大声告诉网友们你的最终选择。电话那头，劫匪表现得异常兴奋。不，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，我打电话过来，只是想告诉你，老婆孩子我一个都不要。绑匪根本没想到我会当着数百万网友的面表现得如此冷血。片刻过后，他用力挥舞着铁锤对准我老婆狠狠砸了下去，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，整个屋子陷入一片死寂。庄必凡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害死了我的女儿，我要你偿命！老丈人一把抄起茶几上的水果刀，不要命似的朝我冲过来，场面一度难以控制。而作为始作俑者的我，此刻正一脸淡定地坐在沙发上。杨叔叔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请您节哀。最先反应过来的是王队长，他迅速挡在我的面前，和拿刀的老丈人缠斗在一起。庄必凡，你见死不救也就算了，你为什么要故意激怒绑匪，害死我的女儿？老丈人瞪着猩红的双眼朝我怒吼，我翘着2郎腿朝他吐了个烟圈。最起码人不是我杀的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。也许是我这种藐视生命的态度引起轰动，身边年轻的警员们从4面8方挥舞着拳头冲了过来。什么狗屁谈判专家，你就是个冷血无情的杀人犯！庄专家，亏我们之前还一直把你视为偶像，可你今天表现实在太令大家失望了。一时间，众人群情激愤，就连我曾经的老搭档王队长此刻也满脸怒容地盯着我。我抬头瞥了一眼墙上的时钟，缓缓起身。行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是时候该去接我女儿放学了。你说什么？包括王队长在内的众人纷纷停下手上动作，一脸疑惑地看向我。我说我要去接女儿放学了，你们没听到吗？老丈人张开双手将我堵在门口。姓庄的，我警告你，少在这胡言乱语！我女儿被你害死，孙女至今都还生死不明，你上哪去接她放学？我实在不想继续陪她演下去，指了指直播间那具一动不动的尸体。杨叔叔，你女儿到底死没死？你应该比我清楚吧？听到我的话，老丈人身体明显颤了一下。姓庄的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女儿刚才明明就被绑匪用铁锤当场杀害，大家都亲眼所见。巡捕同志，赶紧把她抓起来，她分明就是想为畏罪潜逃。王队长语气不善地转头问我：庄专家，你该不会是为了洗脱罪名胡乱编了一个理由吧？我双手插兜，冷笑出声：王队长，我家都被你们给警方包围了，你觉得我现在还有什么必要骗你吗？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你女儿现在人在哪里？是否安全？我长叹了口气，抬手指向身后的老丈人：我刚才都已经说过了，我女儿在哪？当爷爷的他更清楚。老丈人继续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一口咬定我害死了他的女儿。巡捕同志，我是真不知道啊，明明就是他激怒了绑匪，害死我女儿，所以胡乱编了个借口。你们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。我要是知道人质在哪，至于哭得这么伤心吗？看到老丈人这般精湛的演技，我不由自主地鼓起了掌。不愧是老一辈艺术家，连哭戏都演绎得如此到位。你简直胡说八道！大家别信他的话，滋滋是我女儿，我怎么可能绑架她？我懒得再过多对话，转头面向屋子里一众巡捕。如果我说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导自演，你们信吗？王队长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又转头看向老丈人，眼神有些飘忽不定。庄专家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其实我老婆女儿并没有被绑架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他们杨家父女精细策划的一起阴谋，而幕后主使正是3年前被巡捕队开除的谈判专家吴杰超。此话一出，在场众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猛地转头看向老丈人。放屁！我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老丈人计划被我当场戳穿，却还在硬撑。我冷笑一声后，当着众人的面调出之前绑匪砍断手指的截图。这2根断掉的手指根本就不是我老婆的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王队长当场惊呼出声。庄专家，你如何断定这手指头不是人质的？我将图片逐渐放大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老婆她从小练钢琴，手指处应该会有一层厚厚的老茧，而这根断指上却一点也看不出来弹过钢琴的痕迹。王队长拿起来端详片刻之后，连忙追问：庄专家，那要按你这么说，这上面的结婚戒指又是哪儿来的？我笑了笑，随后抬手指向大门方向准备逃跑的老丈人。这个问题，我觉得你还是问他比较好。
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老丈人脚步一顿，放在门把手上的手缓缓落下，尴尬的站在原地。杨老先生，还请你配合我们调查。今天你要是不把事情交代清楚，那我也别想去。见巡捕把岳父按在地上，我忍不住在一旁磕起了瓜子。巡捕同志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肯定是这小子他故意陷害我。杨叔叔，你口口声声说我陷害你，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你女儿死了，你跑什么？老丈人脸涨得通红，支支吾吾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我缓缓走到他跟前。既然杨叔叔不愿意说出真相，那便由我替你说吧。你事先把自己的孙女藏起来，然后又找到走投无路的吴杰超来逮捕绑匪，也只有曾经当过谈判专家的吴杰超才能想出如此刁钻的问题。最后不论我选择谁，都会坐实杀人犯的罪名。可奈何老天爷最终还是选择站在正义这一方。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我早在1个月前就掌握了我老婆出轨的证据。不过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我老婆出轨的对象竟然会是我的徒弟吴杰超。叔叔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我女儿这回应该被你藏在学校某个地下室里吧？至于最开始在直播画面里的那个小女孩，应该也是用 AI 生成的吧？我当着他面掏出手机，打开了某个定位软件。当所有人看到屏幕上跳动的红点时，都不约而同松了口气。杨叔叔，你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？能有什么后果？说破天，不过也就是场恶作剧罢了。就算你手里有我女儿出轨的证据，你又能拿她怎么样呢？大不了离婚就是。还没等他说完话，直播间突然传来一声巨响。回过神的众人立马低头看向手机屏幕，一大批全副武装的巡捕，手持着冲锋枪出现在直播画面中。而那一声巨响是绑匪吴杰超中弹的声音。此刻他正瞪着双大眼，目光死死地盯着直播镜头。最先反应过来的是王队长，他在听到枪响之后，立马掏出了对讲机。别开枪，绑匪是假的。由于吴杰超被击倒，根本来不及关掉直播。王队长刚才那番话实时传了出去，直播间的弹幕在此刻彻底沸腾。我的妈呀，我刚才没听错吧？巡捕居然说绑匪是假的。如果这只是个恶作剧的话，那刚才被击倒的那个人不就是误伤？你们快看，被铁锤敲死的人质庄夫人，她竟然站起来了。画面中已经死去的老婆此刻居然扑在绑匪身上，哭得死去活来。要不是刚才那一声枪响，估计大家都快忘记这是一起直播绑架案。杰超，你没事吧？你可千万别吓我，快醒醒！就在我老婆开口说话的一瞬间，在场的武装人员瞬间明白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。下一秒，一大批医护人员冲进现场，将中枪吴杰超抬上救护车。直播画面到此结束。活该，谁让他睡我老婆，简直罪有应得。王队长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许久过后，他猛地看向我，眼神显得格外凌冽。庄转角，请您跟我们回局里一趟。王队长，策划这起绑架的主谋又不是我，你把我带回去做什么？我正解释着，就被曾经的老搭档推上了车。只不过我并没有被戴上手铐，这也意味着他现在只是怀疑我，但还没有实质性的证据。庄转角，你看起来似乎脸色有些不太好，按道理来说，你老婆一家被抓，吴杰超也在急救室生死不明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怎么你现在看起来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？透过后视镜，我注意到王队长此刻看我的眼神跟以往完全不一样，就像是在审讯犯人。哪有，我只是忙了一整天，觉得有些累了。面对这位曾经的老搭档，我不得不打起12分精神。庄转角，你觉得是谁泄露了绑匪的藏身地点？等红绿灯时，王队长突然撇头看向我，此刻的我大脑一片空白。难道他已经知道了，还是这只是他的猜测？直播间那么多观众，是哪个好心人也说不定啊。我语气尽量保持着平稳。王队长手指轻轻敲打着方向盘，像是在思考。短短20多分钟的车程，我如坐针毡，感觉像是过了20年。好在到达巡捕局门口之前，他都没再开口。进去吧，大家同事一场，不用担心，我也只是按流程办事。毕竟你是整个案件的唯一知道真相的当事人，对吗？庄转角。王队长意味深长朝我眨了眨眼，率先走进了审讯室。我不自觉打了个冷战，硬着头皮跟了上去。审讯室里，王队长却并没有过多为难，只是简单询问了几句，便让我签字离开。1周之后，我以受害者的身份出席了法院的庭审。在我有意的引导下，法官最终还是以敲诈勒索罪给参与本次绑架案的相关人员都定了罪。就在老婆服刑的前一天，我作为他法律上唯一的丈夫，申请到了探监的机会。老婆目光凶狠地盯着我，语气中还带有浓浓的恨意。庄必凡，你如果是想来听我忏悔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滚了。我为了杰超可以做任何事，包括坐牢。看着他满脸憔悴的模样，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他真相，可谁曾想这女人竟然还不知悔改，我脾气一下就上来了。王小姐，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为什么巡捕会知道吴杰超藏身的地方吗？话音刚落，老婆猛地站了起来，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我。地址是你泄露出去的。我似笑非笑地看向他，没承认也没否认。毕竟夫妻一场，最后我再送你一句话吧，你的杰超这辈子都不会醒过来。说完，我便放下了手中的通话器，转身朝大门走去，任凭对方在我身后如何呼喊，我都不曾停下脚步。从看守所出来，我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去了趟医院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吴杰超的病房门口竟然会有2名负责看守的巡捕。我跟他们简单打了声招呼，便转身走向值班室。护士小姐，我是这起案件的负责人之一，有件事情需要跟你了解一下。为了能得到准确的答复，我特意将谈判专家的证件拿出来。请问吴杰超的主治医生有没有告诉你，病人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护士听见是咨询吴杰超的病情，连头都懒得抬一下。你说他这辈子估计都醒不过来了。真的吗？我兴奋地大喊了一声。护士抬起头，一脸疑惑。病人醒不过来，你这么高兴做什么？我强忍着激动的心情，随便编了个借口搪塞回去。可正当我高高兴兴准备打车回家的时候，一辆巡逻车恰好停在我跟前，驾驶室上赫然坐着的是王队长。王队长贴心替我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。见此情形，我也只好尬笑一声，硬着头皮坐了上去。好巧，庄转角，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遇到你。我尴尬地挠了挠头，心里暗自后悔，早知道今天就不该来。庄专家怎么会来医院啊？是来探望之前的同事吗？我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强挤出一抹微笑。呵呵，是啊，王队长果然料事如神。杰超虽说被巡捕队开除，但好歹也是我曾经的徒弟，我来探望他也是应该的嘛。王队长笑了笑，随后递给我一张纸巾。庄转角，不用这么紧张，我只是恰好路过而已。你看你已经都出汗了。我连忙扯开衣领，打开车窗。哪有，可能是天气太热了吧。王队长拍了拍
拍我的肩膀，说话的语气突然低沉下来。庄专家，你帮我分析分析，连我们警方都找不到的藏身地点，咱们直播间的观众是怎么找到的呢？此刻的我后背早已湿透，有可能是运气好，刚好路过也一不定。你说有没有可能有人提前就知道绑匪的藏身地点，故意泄露给我们警方的呢？目的就是为了借警方的手杀死吴杰超。我将右手放在副驾驶的把手上，随时做好了跳车的准备。不料下一秒，这位曾经的老搭档突然话锋一转，拍着我的肩膀仰头大笑。哈哈哈！刚才我只不过觉得气氛有些尴尬，开个玩笑罢了，要把咱们谈判专家给吓的。庄专家，你该不会当真了吧？哪有，王队长真会开玩笑，谁那么大胆子敢打警方的主意啊？我就这么和他四目相对，谁也没再开口。半晌过后，王队长猛踩一脚油门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